今天呢，给大家带一个快速的开箱啊，其实已经不能算开箱了，只是来介绍一下这款产品。那这款产品呢是 Bigme 大我最近刚刚发布的，就是之前有开始预售，然后呢是2月1号开始付尾款，然后我今天是收到了这款。有什么特别呢？这是应该算是全球第一款真正量产并且向大众销售的这样一块10.3寸的一个彩色墨水屏产品。好，然后我们具体的呢，我其实没有什么好多说，因为它其实跟之前那款黑白的整体上没什么区别，就是换了一块屏幕。好，然后我们就是呢来简单的看一下这款。首先就这样啊，这其实是一块彩色墨水屏了，彩色墨水屏了。然后第一观感呢，其实跟之前的几款彩色墨水屏的产品一样，就是整体偏暗。现在是在休眠的状态，我们来对比一下。这是 Boox 的 Note Air， 我们可以看到啊，就是单纯的一个待机的状态下，它们屏幕的差异，大家应该是比较明显的能够看出来了。即便是我来拉近一点，大家可以看出来啊，就是这块屏幕呢是明显的会偏暗一些啊，更暗一些。所以呢，就是很多注重阅读的朋友呢，或者说对底色要求非常高的朋友呢，就是大家在购买之前呢，一定要先考虑清楚。OK， 然后 Air 拿走，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它的一个色彩的表现。这个呢是我放进去的彩漫啊，测试的彩漫。然后在视频里面呢，我不知道大家看的会不会相对来说没有那么清楚。就是我个人来看的话，我看看它也不能放大，对，无法放大。我们对比度呢，它已经是我来把它调到最深的一个对比度最深的话就没法看了。来最浅，最浅也不行，我们较浅吧。视频里大家可能不一定看得很清楚啊，但是我个人觉得啊，它在漫画的表现当中呢，可能不会是特别的那么舒服啊，就是它的一个色彩的表现不够鲜艳，整个给人的感觉就是比较的暗，比较的灰暗。那么这个呢也是没办法，这个是这块屏幕的一个特色。但是这样看吧，这张图我觉得色彩大家应该是能够看得比较清楚一点的，算是相对来说比较丰富的一个色彩表现。大家可以自己看一看啊。OK， 我们往前，这样，这张图，我特地挑了那个龙珠，因为我觉得龙珠的色彩呢，会比较好的来表现出一个大家看漫画的一个状态。还有一些漫画呢，可能效果就更加的那个。这是一本港漫啊，风云的彩色版。那其实我可以放对比图在屏幕上，这个是它实际的原图的色彩，大家可以看一看。然后在这个屏幕上，我个人觉得我并不能看到太多的色彩的这种表现力啊。还有这个《冰与火之歌》，那就这个因为本身偏灰暗嘛，所以它更加看不出它是一个黑白的。这个我觉得没有什么太大的对比意义。然后这里有个蝙蝠侠的一个美漫，同样也是，其实是能够看出它有色彩的不一样了，因为其实以前你如果是黑白屏的话，它只能通过灰度来表现嘛，那现在它是明显的有不同的颜色来表示，但是视频里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看清楚，可能是漫画的原因，所以我特地挑了一本龙珠啊，因为这些漫画我觉得完全看不出它有彩色，你知道吗？就是而且是多色的彩色。OK， 然后那么这是他在那个漫画里面的表现啊，我个人觉得就是非常的一般。但是如果我们在笔记里面的话，大家应该能看出来，它这种纯色呢就表现得非常的明显了。所以我觉得，如果是你对做笔记有这种颜色的这种摘录啊、标注的需求的话，我觉得这款还是 OK 的，是能用的，没有问题。然后我看看还有什么需要跟大家说的，因为这个其实是我不算是深度的一个体验吧，就是临时做出来，因为是刚刚收到。OK， 我在腾讯动漫里面啊，大家可以看这个好像是色彩会更丰富一些，然后这样就可以看到，对不对？这样能够明显看到颜色了啊，都是能够看到颜色的。
我们随便来打开一本啊，可以看到大家对于这个效果的显示怎么样？然后颗粒感呢，还是依然很明显，视频里不一定看得清楚。我后期我试试看吧，更新一些照片出来，拍摄的照片，看的会舒服一点。就是这样，大家看过就知道了。然后是它的，我来说一下它的光，一个是它现在只剩了一个冷光啊，只剩了一个冷光，没有暖光。虽然它的页面介绍上是有暖光的，但是它实际上只有冷光。然后其实我上一次在说大我的那款黑白屏的设备的时候，没有提到的是它的4G，它的4G 呢是不需要你插卡，它内建了一张4G 的SIM 卡在里面，然后呢，它应该是每个月会有500兆的免费流量给你，如果超出了这个500兆呢，你就可以在这里面充值，直接购买他们的流量。我觉得这个真的是非常针对商务人士，我觉得这个还是蛮有用的。对于很多人来说，你在外面突然之间没有 WiFi 的时候，这个东西就能帮大忙了。然后呢，就是它的笔呢也是换了颜色了，从之前的白色呢换成了现在这样一个深空灰吧。然后做工呢依然还是很糙啊，虽然它上色了，但是这里的这个模具的接缝还是很明显。虽然摸已经摸不出来，因为它上面上了一层，相当于上了一层漆嘛，摸不出来了，但是能够看出来，不像之前白色那只，白色那只是不仅能看出来，还能摸出来，现在这只是能看到，视频里不一定能看到，能看到，但是摸不到。其实这个是让我心里更不爽啊，因为如果是之前那只白色，我还有机会给它打磨一下，这只的话，我连打磨的机会都没有了啊。好，然后这个笔呢，依然是跟之前一样啊，就是可以充电。这边还是没有改啊，我之前吐槽过啊，这机器上用的 C 口，这个笔上没有用 C 口啊。然后是功能嘛，反正跟上次一样的。OK， 这个上面也没有什么太多要说的。然后我们再来在浏览器里面来看一下它彩色的表现吧。浏览器里面可能大家也视频里面也不一定看得特别清楚，就是大概看一下这样一个状态。好，然后这是开灯的状况啊。它开灯呢，我是把它开到了最亮啊。然后我还是到腾讯动漫里给大家来演示吧。腾讯动漫里的色彩应该是表现的最好一点。就以这一页为例，我如果把灯关掉一些，这是开到一半的状态，大家可以看一下。我把灯拉到最低就是这样一个状态，这个明暗状态。这个明暗状态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接受，我是不能接受了，这个太暗了。本身屏幕又暗，然后你这个没有光线照的话，这个色彩就看上去更加的不是很舒服。好，然后还有一个点啊，大家不一定在视频里不一定看得出来，大家可以看到，因为这是白色边框嘛，白色边框呢，做白色边框呢很好看，但是它有一个问题啊，就是当你要做了灯之后，它这里容易透光。我们来看一下啊，这一道我不知道视频上能不能够表现出来。我们把灯彻底打开，这一道会非常明显的啊，是白色的这个盖板上这一道边缘区域也会被点亮啊，其实是它里面的光透了出来。那这边呢就还好，这边就是非常明显。我不知道是这台的这边和下面都会比较明显一点，那可能是因为灯带在这两边，我也不是很确定。然后这款产品呢，这是一个快速的一个上手视频因为有很多人问我这个彩色的怎么样，那我到手第一时间呢就拍一个这个简短的视频给大家看一下，希望对大家呢有帮助啊，对大家了解这个设备呢有一定的帮助。OK， 那今天这个视频呢就这样，我后面会进一步再去尝试使用这款设备，多一点的时间，然后给大家更多的一个反馈吧。OK， 那这个视频就到这里，拜拜，大家再见。